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魔玩分享时间。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玩具呢，就是这款来自于布鲁可的自然级惊喜版啊。右上角有一个侏罗纪世界的 logo， 这个 logo 的式样风格看上去像是重生版本的，里面的吉龙也更像是重生版本里面的造型。盒子正面呢就是这样，可以看到呢这里面的一个噱头，就是端盒避祸组合款的一个霸王龙骨架啊，全身可动，端盒必出隐藏。这个套路和新城版应该是一样。盒子的一个风格呢，就像是侏罗纪公园那个运输的那种木箱啊，端盒就是这样一个造型啊。然后里面的小盒子呢是这样瘦长条的。端盒话呢是有12盒这样的一个大小啊，大家可以看到封面上呢就是这个霸王龙的造型。我一开始就是冲着这个造型的霸王龙去了，然后他跟我说这是隐藏款。套路还是你玩得深你看各种宣发都是以隐藏款作为宣发，我以为是封面款的，你隐藏款比率是多少？144:1啊！大隐藏还是大隐藏，都不是星辉隐藏。内容物呢基本上是这样的，12款可以看到呢，除了恐龙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载具在。好吧，我们废话不多说，来看它的一个成品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吧。好这次呢也会是有内含卡片，但是这次的卡片呢有一个和以往玩过的布鲁可有不同的情况，就是它卡片里面呢，哪怕是2种吉龙啊，分别是普通款和全息影像那个透明款但是它在卡片上呢都是正面标注是吉龙，只是在背后的部分呢，在拼装说明这块呢是做出了区别。这个特点呢，在以前是没有碰到过，不知道是以后都会这样呢，还是这一弹就这样了。好，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吉龙，我们就把吉龙拿出来看一下啊。首先一眼望过去，大家就可以看到呢，它是全身除了眼睛呢是没有涂装的，几乎是一个原模色这样一个问题呢，是在整弹中都会普遍存在侧面可以看上去它的一个比例呢是接近于 Q 版的，并不是一个正比例的恐龙，而且呢在右边的话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2个零件拼合的一个造型，左边就会好一点。唯一有涂装的部分呢，就是它的眼睛，当然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涂装，一个底色加一个立瞳可动性方面呢，它意外，嘴巴呢是可以张开的，但是幅度呢不能太大太大之后就会崩飞掉口腔内呢有一些细节，但不多，这所谓细节限于牙齿内部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穿帮的一个零件位置，下巴脖子这边穿过去了。然后上肢呢，前肢在根部有一段可动是球冠连接，所以说它内外也稍稍的能摆一摆正常情况下就是普通的一个转手可动。在前爪部分呢，也会有蹼的一个还原，所以说它也是一个渔夫版的吉龙大家其实从外观上一眼就看出来它和战神级是不一样的。后肢方面的可动稍微丰富一点，除了根部的一个大腿根部的一个球冠可动呢，在膝盖部分立足部分都会有转轴可动各个可动部位动起来的话呢，难免会有穿帮，但是有一说一，布鲁可这次在不动的情况下呢，一体性的关节隐藏还算是不错的我们的渔夫级基本尾巴这边根部还会有一段球冠的一个可动，当然动之后呢，背鳍这边会穿帮这没办法的事情。另一款呢，就是它所谓的一个彩透款全息影像款，可以看到它的透明件呢还是会有一点闪粉在里面的，亮晶晶的非常好看。涂装方面呢就更过分了，眼睛涂装也没有，当然全息影像没有眼睛涂装很合理非常合理。模具上是一模一样，就不再多说了，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它的站立性应该是可以的，你只要稍稍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前后重心的一个位置，自然站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看完2款棘龙之后呢，我们来看人气非常高的暴龙啊，这次霸王龙啊，它霸王龙，我这次开的顺序就是这样，所以说我给大家展示也是这样啊。开到第2盒我心就凉了啊，这个所谓的小隐藏霸王龙是一个全身金属银色的一个成型色，眼睛这块呢有涂装，牙齿这边呢也涂白了，那就让我很疑惑，如果彩透款是全息影像的造型，这个金属色的话，我理解应该是铜像版或者雕像版吧。但是雕像版的话，你给我眼睛、牙齿涂颜色，这就不合理。那我对它解释就可能是一个液态金属霸王龙啊，唯一合理的解释，因为它也可动嘛，对吧？好了，嘴部呢是可以开合的，它中间呢还会有一段定位啊，闭合起来是这个样子。复原还算是比较接近于科技复原的吧，科技嘛，这个都 Q 版比例我就很难讲，应该是和重生的电影造型更接近一点。可动方面呢，依旧是前肢根部1段可动，大腿部分呢是3段可动啊。弯膝部分呢也是不错，而且这次呢。小腿内侧的那个脚趾尖爪呢，也都做了出来，当然是没有涂装啊，但是做了出来，也是好事，并没有忽略它，并没有像美泰一样的把它贴在小腿上就敷衍一下完事。整个造型上来说呢，还算是不错的，而且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皮肤纹理啊，各个区块区分的还是蛮明显的，做的还算是不错的细节。之后呢，就是三角龙啊。依旧是非常朴素的颜色。三角龙呢，首先看它唯一的涂装部分，它的非常怎么说呢，纯真的眼神啊，一个豆豆眼啊。全身依旧是没有涂装，但是在皮肤纹理刻画方面呢，很好的还原出了它那种厚重的质感，这和霸王那种很锐利的鳞片的感觉还是有区别的，并没有所有恐龙都采用一种材质反复制粘贴。腹部这块呢，纹理和背部做出区别啊。它的脚是分件来的，如果你想要涂装的话呢，是可以把它拆下来涂装的。对于涂装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一个部分吧。嘴部呢依旧是可以开合的，但是幅度并不大啊。但是这个开合的造型还算是可以啊。这次要强调一下，虽然它的说明书非常的小啊，但是大家还是要非常认真的看，因为它前后肢的拼装呢，它零件区别并不是非常明显啊，注意要区分一下左右脚。我个人还是觉得官方在零件的结合处，就是会被盖住的地方呢，标一下 LR 的话会比较亲民一点。现在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甚至有一点老花的人，看这么小的说明书还是蛮有压力的，有点累啊。可动性方面呢，头部脖颈有一处可动啊，前肢呢2段关节，根部的一个球关和肘部的一个转轴关节，后肢呢也是2段，这和食肉龙的3段呢有所区别啊，算是关节数量守恒啊。食肉龙是前1后3，这个嘛是前2后2啊。结果其实这真的拼装过程并不是很愉悦，说实话有一点点痛苦。好，下一款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冥河龙。当然我小时候比较习惯于叫它肿头龙。它的附件呢还会有这样一个牢笼，这个牢笼呢好小啊，好小，而且这个牢笼是和之后的一个载具的牢笼是同模的，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给2个啊。恐龙方面呢，食草龙第2款，它的尾巴呢左侧这边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拼接的痕迹，算是外观上的比较扣分的一点，当然你可以换到另外一边就会好一点。眼睛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涂装，头甲的这块的尖刺呢也做出了造型，虽然说并不是很锐利，当然这个体积下也是可以理解。
虽然它是食草龙，因为它是两足步行，所以说也是前肢只有根部一个关节，后肢呢它也是一个关节关节就不守恒了，因为它体积比较小而且这个关节的声音大家听到并不是很和谐是需要以后官方在生产的时候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的。之后来到我们的人气迅猛龙。这款如果你是抽到小隐藏的话呢，它是会有一个类似于霸王龙这样的一个奇奇怪怪的金属涂装如果你抽到大隐藏的话呢，它是一个 blue 的一个涂装，同时会有一个小 blue 同时霸王龙大隐藏的话也会有一个小配件，就是那个它的食物说回我们的迅猛龙，它依旧是只有眼睛这块会有涂装，但是身体上的细节呢依旧是不马虎可动性方面呢，前肢部分两足步行嘛，根部一段关节，后肢部分呢，因为它是小型龙呢，也是和冥河龙同样的规格，只有在中间是会有一段转轴关节。但是有一说一，它的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张嘴也可以张嘴，但是这个张嘴呢就会有之前美泰的迅猛龙一样的问题，因为它只有下颚可动，就张嘴之后会有点地包天的那个感觉如果上颚可以一起打开的话会好一点刚刚忘记说了，这个冥河龙的嘴呢也是可以开的疏忽了。它的脚趾部分呢，迅猛龙爪子也是很好的还原出来，这点要好评小小的一只，还是蛮灵动、蛮可爱的转个头也是可以，没什么问题，不错。虽然说不是隐藏的。好，之后食草龙来到了我们的剑龙，也算是人气非常高的一款恐龙全身绿的跟韭菜一样的绿眼睛这块呢小小的一个涂装。嘴部呢这次就没有可动了好像好多恐龙玩具剑龙都不给嘴可动，是因为脑袋太小的原因吗？尾巴这段呢，除了根部的一个可动之外呢，末端还会有一段轴可动骨板非常的漂亮但是依旧没有分色，是比较可惜的。腿部的可动呢，依旧是前二后二的一个配置，根部和肘部一段关节，大腿呢也是根部和膝盖部分的一段关节不动造型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如果动起来的话难免会有割裂感，这个没有办法放到一边。既然说到剑龙呢，我们请出它的一个去皮版剑龙的一个骨架在可动性方面呢是延续了有肉版的一个配置，但是在造型上呢可以看到是还原了剑龙骨架的一个设计，虽然说肋骨部分没有做出镂空，当然这样的体积下来，为了安全起见和耐久度考量呢，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部分。尾巴依旧是多做了一段关节。既然说到骨架了，我们就要来看这次端盒组合，好像是分几盒来着？分4盒才能有的这样一个暴龙骨架。甚至于它的头和底座呢是单独作为一盒来出的如果你抽到这样一盒呢，可能会有一点不太开心品种霸王龙骨架，整体上来说体积是要比普通的单盒霸王龙要大很多的而且可动性方面呢，因为它是骨感美嘛，尾巴这边会多一段可动其他关节呢基本上和有肉版的是差不多根部、膝部、逆足部分会有腿部的可动，嘴巴会有一个张的关节，头部呢一段两段关节可以做左右的一个摆腰身部分就没有可动了前肢呢也是根部有一段关节，非常好的还原了两个小手指往内的这种造型。底座呢上面写着我们的一个霸王龙骨好掉下来了，它内部插装呢就是这样一个样子脚掌呢是一个脚印方式卡进它的脚趾骨架的，是还算蛮牢固的，大家刚刚应该也看到它完全可以做一个单足力着地的一个奔跑姿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弹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款骨架。好，说完恐龙部分呢，我们就要说说它的一个载具部分。载具我们一起拿出来说，首先呢是这个所谓的抓捕车
个前爪啊，根部有一段球冠啊，但是它不能张开，我不知道它能抓什么恐龙，是直接插上去吗？如果去掉这个突兀的配件呢，它就是普通的一辆类似于军用小车嘛，侧面会有侏罗纪的公园也好啊，这个世界也好的一个 logo。在拼装过程中呢，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吧，可以看到它内构细节还是非常细致的，前部的引擎、座椅、背后的面对面的乘客座都刻画的非常是细节，难免让人联想到之后布鲁克推出的一个积木车系列啊，应该在细节上呢是能够得到把控的。轮子方面呢，就是通用的一个轮子，推车性能呢也还算是不错。布鲁克的小车系列我觉得可以期待过。之后呢，就是一款运输卡车，当然车和车之间的比例好像也是不统一的。这个后车框呢，就和之前冥河龙里面呢是一个铜模的来的这次同样会有纪念币的一个设计啊，我抽到是这样一款，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和变形金刚一样会有不同款的一个纪念币。我们的卡车呢，就驾驶员条件就比较差了，完全没有挡风玻璃啊，这个风餐露宿。引擎盖这块呢会有公园 logo 轮子和这个所谓基普版呢是一样的规格就这么回事。飞机呢，这个比例就更过分了啊！但是好就好在，毕竟是高空作业，它会有一个挡风玻璃一个设计啊。螺旋桨呢是可以转动啊，同时下面呢附带了这两个抓钩，你要抓恐龙的话呢，我觉得脖子这块抓不了什么大型恐龙啊。你若用它抓斗的话呢，也是可以啊，你把它扣进去。就可以有一个吊篮般的设计还算是可以底部给了小轮子，但是是 C 型卡扣的一个安装方式，并不太能滚，而且如果你装了底下的链条的话呢，它也没有办法平稳着陆的，就是我觉得是比较鸡肋的一个载具。好了，全部的实物呢，基本上就是这些。好，最后总结一下，我给这套产品打分呢，可能只能给到2分没有达到及格的一个程度。原因呢，主要是有几点首先，它一直在封面上反复出现的那个有涂装的霸王龙呢，是没有办法100%获得的。就是你花了将近90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端盒的价钱呢，你还是要抽比例是144/1的概率才能抽到那款有涂装的霸王龙。你普通入手的都是这种没有身上涂装的，只有点睛画龙点睛的这样一个水平的恐龙玩具，这样一个接近10多块的价格，好像是单售一盒好像是要12.9块吧。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贵的，虽然说它可动和造型方面还可以，但是有一说一第一感觉感官上还是过于简陋了。同时，如果我是奔着恐龙去抽到载具，或者仅仅抽到一个化石脑袋的话呢，我可能会很生气吧。这本身端盒才正凑齐化石骨架这样晚点呢，就是让大家端盒去的但是端盒呢，只能收获到这些感觉更像是半成品的这种玩具呢，还是有一点惆怅的。内部的3个载具呢，更像是布鲁克在自己更新产品线上的一种实验性的一个产品，完成度上并不是让人很满意，没有办法搭配玩嘛。恐龙本身不成比例呢，也倒算了，恐龙和载具也不成比例，就是一盒产品里面除了可以拼凑出一个霸王龙骨架之外呢，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联系。对，就是没有什么联系。而且现在也比较离谱的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单收一个涂装版的大隐藏的话呢，它价格可能现在已经奔3位数去了，就一个顶一盒的那种趋势，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同样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得不要请出经常被用来和布鲁克对标的一个财团币的产品生无大图鉴的一个同样 QQ 的一个可动
恐龙玩具啊，基本上是500日元左右吧，就入手价格是20多块钱、25块钱左右。同样一个三角龙，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一个完成度上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区别的。虽然说关节数量上呢布鲁克领先，而且在比例上呢更接近于正比例，但是毕竟还不是正比例。这个索性你把它做 Q 啊，关节上稍微省略一点，但是在涂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蛮用心的啊，三个角的角质感觉啊，张嘴的内部口腔的一个细节都给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25块啊。如果三角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呢，暴龙这块呢就更能够比出高下来了啊。有涂装，虽然说没有斑纹，但是是全涂装的一个暴龙啊，有基本的可动，甚至于可动位呢并没有少太多。它的大腿根和膝盖这边呢也会有一个可动，而且这个可动基本上就是小型双足恐龙的一个配件规格啊，尾部的一个可动，头部的可动，张嘴的一个可动，口腔内的细节，眼睛虽然有点呆，而且不是理瞳啊，但是比起这个来说呢，明显是要豪华很多，而且它有渐变色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你布鲁克这个要在涂装上和它对标的话呢，它就要上到大隐藏。大隐藏的价格呢，基本上我没有看到低于48块。当然现在48块大家可能都已经买不到，基本上是要上3位数的一个价格了啊。这款呢，基本上是2个才抵它48块钱，一个基本上是23、24块的样子就可以买到。你说我怎么选，对吧？消费者很明显是用钱包来投票的。对吧？我觉得给他2分，并不是对他的一种贬低国货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只是觉得布鲁克你如果要做好这个自然级这个惊喜系列的话呢，可能还有蛮大的进步空间啊，路漫漫啊。毕竟价格是会比变形金刚星辰版要贵很多。变形金刚星辰版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规格？如果变形金刚星辰版它只有眼睛上有分色，全身上下都是成型色的话，你说消费者会不会买单，对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可能稍微啰嗦了一点，但是也毕竟我花了钱嘛，总要说一说，也让大家更容易了解到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实际情况。毕竟啊，在封面上那个霸王龙，你是要凭运气才能入手的，好吧，我最耿耿于怀的是这一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简单录这边，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